漫威宇宙的时间线到底是怎样的？它并不是开始于2008年的钢铁侠，也不是90年代卡罗尔被带到了哈拉星球，更不是40年代罗杰斯自愿参加超级士兵计划。真正的时间线源于宇宙大爆炸。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事件是无限宝石的出现。在银河护卫队中，收藏家介绍了数十亿年前，因为宇宙爆炸形成了6颗无限宝石，然后分散在了宇宙中。到了数百万年前，一颗生命星球，也就是星爵的老爹一个，开始不停地播种世界，想要制造自己的帮手。又到了数千年前，在雷神暗黑世界中，被诅咒的马勒基斯攻击了阿斯加德，但被奥丁的老爹博尔打败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奥丁带着他的第一个孩子死亡女神海拉一起征服了9界。在这个期间，雷神之锤在一颗垂死的恒星心脏中被锻造了出来。在雷神使用之前，海拉就带着这把锤子一起征战。9界统一之后，海拉好战的天性惹了他老爹，于是奥丁派出了女武神军团围剿海拉，结果女武神军团几乎被团灭，唯一幸存的女武神直接被打自闭，离开了阿斯加德。海拉随后被奥丁囚禁起来，奥丁掩盖了海拉所有的痕迹。之后不久，奥丁有了一个儿子，就是雷神索尔。之后又不久，奥丁杀掉了冰霜巨人劳菲，收养了劳菲的儿子洛基。时间再次回到数百万年前，一颗质地由震惊构成的陨石落到了地球的非洲大陆上。很久很久之后，当地一个战士从黑豹女神巴斯特那里建立了一个国王被叫做黑豹的国家，就是瓦坎达。时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1942年，一个叫红骷髅的家伙创建了一个叫九头蛇的组织。随着第一块无限宝石的出现，他用宝石打造出一支先进的军队。同一年，史蒂夫·罗杰斯自愿参加厄斯金博士的超级士兵计划。实验成功后，史蒂夫·罗杰斯有了漫威里最帅的身体。厄斯金博士被暗杀后，研究成果也丢了。不过高层没有让他们唯一的超级士兵去冒险，而是让史蒂夫用美国队长的代号做了他们的代言人。但美队心里憋得慌，最终他也成了真正的美国队长。在执行一项任务时，他的好基友巴基从火车上掉下悬崖，美队以为巴基挂了，但巴基却被苏军洗脑，成了一个代号冬日战士的杀手。而红骷髅想使用宇宙魔方时，被吸进了一个虫洞里，之后就到了遥远的沃米尔星球，成了灵魂宝石的守护者。至于美队，开了一架失控的轰炸机坠落到了北极，所有人都以为他也死掉了。而在接下来的66年里，他一直处于被冰冻的假死状态。在1945年到1995年之间，也有一些事情发生。佩吉·卡特继续在战略科学军团工作。1947年，在洛杉矶，卡特和托尼的老爹霍华德·斯塔克一起工作。大约在同一时间，苏联的红房子中，第一批孤儿女孩被训练成了间谍和刺客。不久之后，美队从2023年穿了回去，和卡特重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卡特继续和霍华德一起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斯塔克的国防合同让斯塔克工业成了世界领先的武器制造商。到了1970年，霍华德包括佐拉博士、皮姆博士都在战略科学研究总部工作。佐拉在1972年挂掉，但他的大脑被转移到一个计算机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继续了九头蛇对政府的渗透。皮姆博士在比尔福斯特的帮助下研究出了皮姆粒子，这让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成了最初的蚁人和黄蜂女。到了1974年，霍华德发起了斯达克博览会，展示了未来之城。有一个关键点是，他在建筑的布局中隐藏了一个新元素的结构。到了1980年，迪哥来了地球，9个月之后，他的儿子彼得出生了。到了1987年，初代黄蜂女和皮姆博士执行任务的时候，黄蜂女迷失在了量子领域。1988年，彼得的老妈因为伊格故意放的脑癌去世了。临死前，他把自己最爱的摇滚磁带留给了儿子彼得，之后就被一群星际猎人带去了太空。到了1989年，皮姆博士发现 SSR 的人打算用他的皮姆粒子制造武器后，一气之下辞职了。SSR 现在也改名了，叫国土战略防御攻击与后勤保障局。时间到了1989年，空军上尉卡罗尔自愿参加由宇宙魔方驱动的光速引擎飞机的试飞，不过飞船很快就被克里人击落。卡罗尔和斯科鲁人展开了对战，然后身体就被光速引擎的爆炸赋予了超强的能力，但同时也被抹除了记忆。之后，卡罗尔就被永罗格带到了哈拉星球。同一时间，在宇宙中也发生了许多事，主要人物就是来自泰坦星的灭霸。这家伙痴迷于打造平衡的宇宙，为了消灭宇宙中一半的人，开始了寻找无限宝石之路，偶尔还发一下怜悯之心，收养被他屠杀星球的幸存者，并把他们训练成出色的刺客。最熟悉的就是卡魔拉和星云了。这些事大概发生在90年代初期。灭霸让他2个女儿互相训练，卡魔拉每次都会赢，失败的星云身体的一部分就被灭霸改造成机器。到了1991年，苏联派出冬兵刺杀了霍华德夫妇，并把这次行动伪造成一场车祸。之后，他们的那个天才儿子托尼还有奥巴迪亚斯坦恩一起负责了斯塔克工业。之后，斯坦恩瞒着托尼和恐怖组织秘密交易，他赚了不少
少钱。1992年，瓦卡达国王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调查被盗震惊的武器交易，在争吵后杀掉了他的亲弟弟。小艾瑞克见证了整件事情，从小就渴望复仇。时间到了1995年，卡罗尔来到了地球，紧跟着就开始和年轻逗比的尼克弗瑞合作，阻止斯科鲁人入侵地球。结果到最后发现克里人才是坏蛋，永罗格和指控者罗南一直在寻找无限宝石。最后卡罗尔一个人击败了整个克里人舰队，一个酷似家猫的是元首顺爪抓下了尼克弗瑞的左眼。此后尼克弗瑞就戴上了眼罩。卡罗尔临走的时候给了尼克一个传呼机，可以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来召唤他。经过一系列外星人入侵事件后，受卡罗尔的启发，尼克奠定了复仇者联盟计划的基础。这个计划是要创建一支超级英雄团队来应对外星人入侵的大规模的威胁。时间到了1999年，托尼在瑞士伯尼尔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植物学家玛雅、汉森博士和吉利安。不过托尼把吉利安扔到天台晾了一，这成了吉利安心中永远的痛。这段时间，九头蛇继续秘密渗透神盾局以及政府的每一个阶层。终于到了2008年，托尼在中东地区展示他的最新武器时，被一个叫十环的组织给绑架了。这其实是他在搭档斯坦一手策划的。在被囚禁期间，恐怖分子强迫他和伊森博士来制造武器，但托尼却造出一个小型的方轴反应堆，用这玩意来稳定他心脏附近的弹片。It's impossible. Tony Stark was able to build this in a cave with a box of scraps.这个反应堆还能给他的马克1提供动力，就靠这一堆废料做的马克1，托尼成功逃了出来，但帮助他的伊森博士死了。回来之后，托尼先啃了个芝士汉堡，接着改进了自己的战甲，不但灭掉了十环，还击败了铁霸王斯坦恩。之后，托尼公布了自己的身份 I am Iron Man.这导致了尼克弗瑞因为复仇者联盟计划开始和托尼接触。就在托尼在山洞里捣过那堆废铁的时候，布鲁斯班纳正在努力地重建超级士兵计划。和俄斯金博士的维塔射线不一样，他用的是伽马射线，并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结果就是在他不爽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狂暴的不可控的绿色大块头绿巨人，一不小心还伤了自己的女友贝蒂。后来跑去了国外，为了寻找治愈自己的办法，开始和蓝先生接触。蓝先生确实想要治愈绿巨人，但最后把特种部队的士兵变成了憎恶。托尼在公布自己是钢铁侠6个月后，政府以一个普通公民制造了一个危险战甲为由，传唤了他。政府为了造出自己的战甲，和托尼的对手贾斯汀·汉默勾在了一起，而托尼的好友罗德上校搞了一套原型钢铁侠战衣交了上去。汉默和俄罗斯的安东万逆向研制出了一支无人战队。这期间，托尼有了一个新的私人助理，就是从红房子里逃出来，加入了神盾局的黑寡妇。最后，罗德上校有了一套名为战争金溪的战甲，和托尼联手打败了万克。同一时间，阿斯加德上也是一团糟。雷神准备当国王的时候，被洛基连哄带骗的去打冰霜巨人去了，结果就是被奥丁放逐到了地球，还对他的锤子施加了封印。Whosoever holds this hammer, if he be worthy, shall possess the power of Thor.锤子落到了新墨西哥，科尔森特工在那里发现了锤子，还有一群当地想用皮卡车把锤子拉起来。最后索尔重新获得锤子的认可，拿起锤子阻止了洛基在阿斯加德发动的政变。时间到了2011年，坠毁的九头蛇飞机在北极被发现，沉睡了66年的美队终于被解冻了。在21世纪醒来的美队满脸问号，开始和尼克弗瑞的复仇者联盟合作。2012年还在太空游荡的洛基被灭霸招募去地球寻找宇宙魔方，灭霸让洛基控制了奇塔瑞大军，洛基欣然同意了，就有了复联1的纽约大战。美队、钢铁侠、雷神、黑寡妇、绿巨人以及鹰眼第一次作为一个团队聚居在一起。结果不用说了，洛基又被暴锤了一顿。这次大战造成了严重破坏，重建工作被新成立的损害控制部门接管，可这直接损害了包工头阿达里安·图姆斯的利益，他被逼的开始了高科技研究。2013年纽约大战过后，托尼承受大战过后的压力，他的宇宙观突然多了神和外星人，甚至其他不可知的宇宙力量。不巧的是，这时候吉利安回来了。吉利安一直在研究玛雅·汉森的再生绝境疗法，但这种实验会导致实验对象爆炸。为了掩盖这种事实，吉利安捏造了一个虚构的恐怖组织，还聘请了一个演员演组织头头。最后，托尼发现真相，粉碎了吉利安的阴谋。这是黑暗精灵马拉基斯也来搞事情了。雷神和他打了一架。这一战之后，洛基成了最大的受益人。他把老爹奥丁藏在纽约一个养老院里，然后变成奥丁的样子，统治了阿斯加德好一段时间。在此后的2年里，一直上演催人泪下的表演。到了2014年，九头蛇不断渗透，长达数十年的阴谋被美队和黑寡妇发现了。Before we get started, does anyone want to get out? 这时候还发现了冬兵就是巴基，
美队最终让巴基恢复了记忆，九头蛇的阴谋也被揭穿。这次之后，神盾局瓦解，复仇者联盟也没有了监督和支持。之后，托尼和班纳想造出一种有助于保护世界的人工智能，结果他们造出了一个想要灭绝人类的奥创，最终导致了索科维亚大战，整个国家被毁。托尼和班纳决定，反正第一个没成功，那就再造一个好了。最终，他们把托尼的人工智能管家贾维斯转变成了由震惊和生命摇篮制成的生化人幻视。在和奥创的战斗中，绿巨人开着一架昆式喷气机，直接冲进太空，跑萨卡星球去了。此外，绯红女巫和快银也加入了复仇者团队，但可惜的是，快银被子弹打中下线了。那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角色的版权问题。索科维亚一战害死了泽木的家人之后，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在这同一时间的太空上，星爵偷走了一个宝贝，他不知道里面装的就是力量宝石。这块宝石立刻进了罗南的视线，罗南派出卡魔勒寻找星爵。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德拉克斯，还有火箭浣熊，还有一棵树。 I'm Groot. 这个奇怪的组合一起被关进大牢后，5个人上演了一出越狱。最后，星爵的一个尬舞击败了罗南，抢回了力量宝石，并交给了新兴军团。不久之后，灭霸攻击了山达尔星，抢到了力量宝石。2015年，一个叫斯科特的小偷出狱，在皮姆博士的设计下，穿上了蚁人的战衣，并在皮姆博士和他女儿霍普的指导下，斯科特被训练成了第2个蚁人，阻止了皮姆粒子落入邪恶的军火商手里。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叫彼得·帕克的小孩，一不留神被放射性蜘蛛给咬，还想通过成为蜘蛛侠而出名，还想用他的超能力帮助弱小，但却没能阻止他的叔叔被杀。到了2016年，泽莫的复仇之路启动了，索科维亚的毁灭，世界各国想让复仇者们签订索科维亚协议来约束监督他们。美队和托尼为此产生了分歧，泽莫通过揭露巴基就是杀害托尼父母的人，加深了美队和钢铁侠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复仇者之间的内战。最后，终于美队的人被囚禁了起来，复仇者联盟就此解散。泽莫还冒充巴基刺杀了瓦卡纳的国王，之后黑豹接管了瓦卡纳的政权。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一场车祸让一个叫斯特兰奇的医生失去了手部精细运动控制。为了治疗自己，他找到了古伊法师。在古伊死后，他阻止了来自黑暗统治者多玛姆的入侵，使用时间宝石的无限循环，不断的恶心多玛姆。与此同时，伊哥想让星爵帮他一起征服整个银河系，结果被星爵反杀了。复仇者联盟解散后，托尼开始指导彼得·帕克。作为蜘蛛侠的彼得对战了邪恶的军火商秃鹫，正是纽约大战后的包工头阿德里安·托姆斯，也是蜘蛛侠约会对象的老爹。秃鹫被打败后关进了监狱。此外，托尼开始向小辣椒求婚。在阿斯加德，索尔结束了寻找无限宝石的任务，还揭穿了洛基的骗局，让他们找到老爹奥丁的时候，奥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奥丁的死让海拉的封印破除，雷神之锤被摧毁，兄弟俩也被炸进太空。海拉接管了阿斯加德，雷神也到了萨卡尔，在这里碰到了消失好久的绿巨人，顺便招募了当初被打自闭的女武神瓦尔基里，一起对抗海拉，最终通过火焰巨彻底摧毁阿斯加德而告终。同一时间的瓦坎达，黑豹的统治遭到他堂弟艾瑞克的挑战，黑豹差点被杀掉，不过最后还是杀了回来，重新控制了瓦坎达。I never yielded! 到了2018年，经过6年的等待，灭霸决定亲自寻找无限宝石。他杀掉了洛基，杀掉了几乎所有阿斯加德人，同时对地球也造成了巨大威胁。除了被囚禁的鹰眼和蚁人外，其余的复仇者再次团结起来。虽然太空一支队伍，地球上也有一支队伍，双线作战，但还是失败了。灭霸搜集了6颗无限宝石，打了个响指，杀掉了宇宙一半的生命。就在尼克弗雷化成灰烬的一瞬间，他按下了传呼机，呼叫了惊奇队长。1个月后，惊奇队长和幸存的复仇者们在太空追到了灭霸，却发现灭霸已经毁掉了石头。雷神一气之下削了灭霸的脑袋。复仇者们赢了灭霸，但输掉了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的时候，蚁人被幸运地困在了量子领域，这一困就是5年，所有人都还没从创伤后走出来。可对他来说，在量子领域也就是过去了几个小时。当复仇者们重聚的时候，他们想到了解决办法：时间旅行。在托尼和班纳的帮助下，复仇者们回到了时间线中，每个关键点一起来搜集那个时间出现的无限宝石。无意中，2014年的灭霸和他的手下也到了2023年。就在灭霸开始攻击之前，绿巨人用无限手套打了响指，复活了被灭霸消灭的人。之后就是灭霸和复仇者的大战了。最后，钢铁侠打出了最后一击，灭霸和他的手下全部消失。钢铁侠的葬礼后，美队再次进行了时间穿越，把该归还的东西放回了应有的位置。在和佩吉卡特在另一个时空度过充实的生活后，他以老人的身份回到了这个世界，把自己的盾牌传给了猎鹰。这就是复联4之前相关的漫威宇宙的时间线。如果我有什么遗漏，欢迎评论区补充。小伙伴的每一次赞美和鞭策都会让我的影片进步，然后一起分享。我们下期再见。